娘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天凉了，娘来迎迎你。是不是还在想你四叔母的事啊？娘，我应该继续恨田江月，对不对？唉，这10多年来啊，娘反反复复在做同一个梦，梦见我一直在敲李家的门，好像这门敲开了，你爹就还活着似的。可是李家的门怎么敲都敲不开。您怎么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些？以前你年纪小，我跟你说呀，怕你心里不高兴。但是现在你长大了，娘也没什么好瞒你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恨李家，我甚至暗暗发过誓，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再踏入李家大门半步。可是昨天一听说你和郑佑出了事，你们被欺负了，我想都没想，我就冲进李家了。站在院子里的时候，我才意识到，我怎么就一脚迈进去了？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娘，李家宅子里的所有人，好像都被遗憾、怨恨困在了原地。是啊，所以只有我迈出这一步，才能放下过去。放下过去。说吧，你打算怎么处置？我给你时间收拾，半个时辰后，出发去西郊。你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将我彻底踩死？你不是最恨我的吗？是，我是恨你，但我不想再继续恨下去了。你揣着恨，一直活到现在，可曾快乐过一日？四叔母，我要继续向前走了，往后的日子你也保重。你说不恨就不恨，我没你那么大度。李晨，我会恨你一辈子，恨你们八房一辈子。
这不就是施泽墨吗？这并非是施泽墨。啊？下墨迅速，墨色光润黑亮，笔势顺畅，墨骨出澄。品质的确与施泽墨无异。莫非这是施泽墨制成的载荷墨？载荷墨？载荷之法那倒是常听常见呢，但是既名为载荷，那就是有很多的局限。能把这载荷墨做得跟新墨一样，那更是难上加难。真娘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这以往的载荷墨都是把废墨里的废胶尽量的蒸汽出来，再加上新胶做成一个新的墨。可是这新胶跟旧墨难以相融合，所以会导致墨脆弱易裂。可若是将这废墨中的废胶稍留一些作为引子，用此来醒墨，那做出来的载荷墨便与新墨的品质无异。啊，有趣，有趣。既如此，邵管事，我们这批新订单就用载荷墨交付，快让工人们去赶工啊！任长史，东家，八爷，这载荷墨虽然成了，但毕竟也耽搁了些时日。就算咱们日夜赶工，怕也不能在时限内全数交货呀。肖大哥，你们家七栋，我们东家睡觉呢。睡觉？东家看您在研制新墨，怕有人再来使坏，都2、3天没合眼了，非得自己守着。我这里有一些帖子，想劳烦他帮我送到墨轩，我进去看看他。说什么？什么？哎，哥，李默的伙计说李真做出了载荷墨呀。慌什么？载荷墨又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技艺，不过是把用不了的陈墨拿出来翻翻新，做出来的墨也只能算是勉强能用。不是，那些墨工说他们家载荷墨的品质和新墨无异，甚至还更好些。这怎么可能？尽长他人士气，灭自己威风。不是，退一步说，就算李真这会儿真做出了顶好的墨，离他们订单交付只剩寥寥几日时间，说什么都晚。对呀，这么说就是那李婆卖瓜，自卖自夸。大公子，刚听说李默的邵管事把各家磨坊的掌事都请到了李默，说是有要事相商。盯着。各位叔伯，这李默进来的事情，想必各位叔伯早已知晓。今日请大家来此，是有一样东西想同大家分享。邵管事，劳烦您分给大家。这是载荷墨墨方。没错。丫头，这墨方你改良过？
三爷爷慧眼如炬。大家难道不觉得奇怪吗？如此珍贵的方子，李家为何要公开？田家小儿，你给我滚出去，否则我打断你的腿！说，田大少爷还真是不请自来啊。田少爷说的没错，真娘确实有事，有求于各位叔伯。丫头，尽管开口。真娘想用此方换各家磨坊及工人5日使用权，借5日使用权，协助真娘再合世泽磨。李真啊，李真，你可真是好算计，白用人家5日磨坊来生产你李家的磨，这得让各家损失多少银钱啊！只借我们的磨坊用5日，可这再和磨的法子，却能让我们磨坊里的旧磨、废磨重见天日。哎，这买卖划不划算，大家心里应该很清楚啊！三爷此言差矣，就拿我田家磨坊来算，这1日里生产的苏和油墨，少说能挣50两银子呢。笑话！我们卖1挺墨，本分分的赚个2成的利润。倒是你田家的苏和油墨，成本本就昂贵，顶着供墨之名，定价更是高了成本的5倍不止，其中更是有1成利润直接进了墨商和书生们的口袋。此前书院的强制用墨的不正之风，也都是你们田家惹出来的。谁家开门做生意不为利啊？我田墨上上下下那么多墨工要养家糊口，我当然有责任让大家过上好日子啊！哎呀，真是有意思，有意思。田少爷不请自来也就罢了，还非要赶这儿挨上一顿骂，岂不是得不偿失？感谢各位叔伯的仗义之言。真娘也有句肺腑之言：这磨坊乃是各家磨坊立身之本，向不外传也是理所应当。但真娘想，若是墨守成规，那最终会自困手脚。如今李默公开的再和磨坊，确实是未解燃眉之急，但同时，真娘也想借此一举，破门户之见，开风气之先，助力我们徽墨再现繁荣景象。说得好。甄丫头，李默现在和磨坊负责整个徽州墨院，陈默愿领订单300挺。多谢三爷爷。诸位，有我陈继如担保，大家尽可放心。潘墨，愿认150挺。谢潘掌柜。我也敢以潘墨信誉担保，诸位不必担心。我黄墨认领100挺，于墨认领50挺。真娘，感谢各位叔伯。七祖母，之前积压的世泽墨的订单，如今都已经如期交付了。干得漂亮，这丫头，你辛苦了。李默的难关终于渡过去了。真娘，你能让徽州那么多磨坊倾力相随，你合的已经不只是墨了，是我们徽州墨业的人心呐。这丫头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七祖母，此番波折，皆是因为孙女的疏忽。我没能将这个家长好，让李家散了人心，让田家钻了空子，险些酿成大祸。我有负于七祖母的嘱托。今日，我便将这名印还与七祖母，卸下内宅与磨坊的掌事权。甄丫头，你站起来，站起来！七祖母有话要跟你说。七祖母不允许你这么说自己。
你这个老祖母，大睡了一通，一觉醒来，我们李墨，我们李家，好的不得了，这订单都接不过来呀。你再看看你景东叔，完全就是变了个人似的。文慧那边说起真长事，那是无人不晓，无人不服啊。这可都是你自己的努力，打开了这个局面呐。可如果不是我长这个家，便不会勾起四叔母的恨。还有那个李德才，也是我一时心软，将他放进了磨坊，才给了他可乘之机。这丫头啊，这人心呐，都是有皱褶的。可你是个坦荡之人，没有那些曲曲绕绕的，做人直接，处事真诚。七祖母只需提醒你一点，以后遇到事情要多思那么一寸便可。真娘知道了。这祖母的身体自己知道，要想恢复如初，那是不能了。真娘啊，七祖母想让你继续撑住这个家，行吗？说是李家需要我，我自是愿意的。只是长氏一直内有大伯娘，外有景东叔，我也不好再霸着不放了。真娘，此次李墨能化险为夷，主要是你的功劳。景东叔替李家谢谢你了，所以这个掌事必须由你来做。景东叔半辈子犯了无数的错，我是无颜做这个掌事了。你大伯娘呢，又有正佑要照顾，那更是无暇分身。所以，你继续做这个掌事吧，好不好？今天不只是你七祖母求你，景东叔也求求你，好不好啊？既然七祖母和景东叔如此信任我，那我便继续做下去。哎呀，这全天下呀，除了我娘以外，也就七祖母和大伯娘还记得我爱吃什么了。以后我常给你做。哎，大伯娘，正好今日我还有一事想跟你商量呢。什么事儿啊？咱们李家的儿女啊，不同于其他家的，打小除了上学堂以外，还要进磨坊帮工。即便将来不入磨业，也要对李家立足根本有所了解。我想着，这正佑如今也到了年纪了，若是您舍得，不若将他放在磨坊里，真娘愿意手把手的亲自教导他。正佑是您教导出来的好孩子，为人善良，心思细腻，处事大方。若是大伯娘舍得让他吃苦，他未来必定在磨业上有一番自己的天地。舍得怎会不舍得？他能跟着你学习，我就放心了。只是这孩子皮，你近日那么忙，我怕他来了给你添乱。无妨的，让他先跟着我在磨坊里四处看一看，学一学。我小时候变磨的本事啊，便是这样跟着我爹、我爷爷学来的。等他大一些呢，我再教他搓灯草、烧烟台。我这手艺可是我爷爷亲自教的，整个磨坊的人都比不过我呢。我当然知道。大伯娘
真是惭愧。我做了对不住你的事儿，你还处处想着我。真娘，大伯娘今天来就是要郑重的向你道歉，是大伯娘不好，大伯娘做错了。都过去了，大伯娘，我从来没有放在心上。这一家人不就是欠来欠去，还去还来的吗？恩也好，怨也好，越算不清的，这才是家人。快坐吧，大伯娘，来，坐。大伯娘这手艺啊，比我娘做的还好。以后我常给你做。哎，不许哭啊，大伯娘，今日是个高兴的日子，咱们都开开心心的啊。好。好吃。这哥哥，你先让我看看嘛。这可是我第一次烧出烟台，当然要赶快拿给甄姐姐看。我也要学烧烟。你呀，还是先长到能够到烧烟的台子再说吧。哼，甄姐姐，甄姐姐，甄姐姐，我烧出自己的烟台了。这是你自己烧的啊？是正佑哥哥自己烧的烟台。正佑，甄姐姐曾经教过你什么样的烟台才算是好烟台？须得色黑细腻，质地轻薄才是好烟台。甄姐姐，这个火候还不够，是不是？哎，你还差得远呢。你呀，正佑，虽然这烟台呢算不上绝好的烟台，但毕竟是正佑第一次烧出来的，值得纪念跟鼓励，很好。来，今日我跟你们讲讲爷爷们当年制墨的故事，好不好？好。甄姐姐，因为没烧出好烟台，大爷爷真的让景东伯伯和景福伯伯在雪地里站了整整1天吗？对呀。正佑，你说说看，为什么没有烧出好烟台呀？景东叔和景福叔没有烧出好烟台，是因为外面在下雪，烟棚里比平时冷，所以点烟的时候，油温也得比平时更高些才行。没错。我懂了，我这就还回去烧一把。别着急啊。甄姐姐，郑瑞也懂了，郑瑞也要跟哥哥一起去烧烟台。好，去吧，别摔着啊。慢些。大伯娘，甄娘，幼儿有没有捣蛋呀？正想跟您说呢，您看看，正佑烧的。真的是幼儿烧的，得亏大伯娘以前教导的好，这孩子聪明，一点就通。是你教的好才是。甄娘，今天是立冬，你一会儿回去把你爷爷和你娘都请过来，你七祖母啊亲自准备了迎冬宴，咱们一家人好好吃顿团圆饭。哎。
就好。弟妹，我嫂就知道你在这儿。你这刚回来，怎么就跑到厨房忙活呀？你应该陪娘好好说说话才是。大嫂，让你们给我端茶送饭，那我就还是个外人。你让我在这厨房里忙活忙活，做几个菜，我才觉得我是真的回家了。不行，今天听我的。来，大嫂，不瞒你们说，我都已经好多年没在这么大的厨房里做过饭了。今天啊，做饭的事就交给我了，你们出去等着啊！你们去等着吃就行了，去吧去吧，交给我，放心。那你辛苦了，今天不辛苦。团圆过来喽！团圆过来喽！这鸡啊是我娘杀的，里面的冬笋呢是正生哥上山捡的，这火腿是从我娘的老家一线带过来的，这腊排骨呢，大伯娘亲自腌的，快尝尝吧。哎，真长氏啊，七祖母想说几句话行吗？当然可以了，七祖母。好，那我站起来说。哎呀，好。今天啊，是立冬这么一个特别的日子，我们李家人整整齐齐的坐在了一起。我就是希望大家其乐融融的喝了这杯酒。来，好喝了。啊，都坐，来，赶紧吃起来，吃起来，动筷子。哎呀，好，秀娥，你那什么时候生啊？算算日子，差不多立春之后吧。这日子好啊，这孩子啊肯定有福气。就是。德良啊，你这个砚台做得不错呀，都有人找我说要向你买砚台呢。哪里还过得去。哎，你那可不是过得去，你现在是大掌柜了。振良哥的生意可好了，听说还有这么大一方砚台被人订走了。是吗？好好学学啊。那个，今天大喜的日子，我爹他老人家有件大事要宣布一下，是吧，爹？啊，对，这句话憋在心里很久了。磨坊修缮好的时候，我就想，七婶，八叔，是时候让八房归宗了。老八，你想啊，靳东都已经想明白了，你是不是该给个答复了？七嫂，靳东，13年前，公莫失利，确是八房之过。八房自请除族，李金水愧对李家在先。金水曾立下誓言，此罪不赎，八房绝不归宗。
景东，七嫂，非是我固执，不通情达理。13年来，我何尝不是日思夜想，梦里惦记着有一天带着八房认祖归宗。可金水心里除了有愧，更是不甘。李家劫难始于共磨案，13年间历经磨难。金水虽已年迈，也发誓不再之磨。但如今，我愿意拼得这个残年。祝景东，祝我家真娘重得共墨权，共墨权重回李家之时，方是我李金水归宗之日。坐。爷爷，七祖母，景东说，不管我们何时归宗，如今大家能坐在一起，吃上这顿饭，不就代表我们的心早就回家了吗？所谓家，不就是聚在一起的人心吗？是不是？真娘说的对。还有景东说，你可得答应真娘，吃了这团圆锅，下次得跟我一起参选共墨。求之不得，求之不得。陈姐姐，我也要选。你也要选呀？好呀，我也要吃。你是要吃呀，还是要选呀？哎呦，小润哥呀，你得赶紧吃啊！吃完了，七祖母要取墨来考一考你。哎，你要是得了第1名，大大的有赏。润哥，你们可得好好的变墨。想当年我变墨的时候，我可是一下，我就认出了我爹做的墨。我自罚一杯，我自罚一杯。东家，磨坊发钱了，甄长师让我全领来了。东家，您看，这些呀是李墨的分润，甄长师特意给您的。甄长师还说了，这些日子您拼了命的到处买松草、拉墨单，这是劳身又劳心的，着实辛苦，也着实为李墨立了大功。甄长师还特意给你额外派了一大笔花红。没想到还有花红，甄娘果然很大气。东家，有了这笔花红，再加上李墨的分润，已经足以弥补军资的空缺，还绰绰有余呢。我们也能跟将军交代了。哎，甄姑娘呢？今日立冬，她自然是与家人团聚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东家，方才翠俏姐派人传来口信，说是晚上让您去她那儿一趟，商量商量这易后生后续之事。这是您之前嘱咐我给翠俏姐置办的东阿阿胶，这可是我好不容易从当地游商那边寻得的。如今年关将至，这个东西啊，可真难找。好啊，要离开这小屋子了，也要离开李墨了。嗨，有甄姑娘在，这有什么可担心的呀？东家，
咱到底回不回义后生了？没想到才这些时日，阿弟便能补齐军资缺额。我没有看错人，将军更没有看错人。重回义后生，你有什么打算？自然是要想法子继续扳倒田家，给我们老爷、大少爷还有姑奶奶报仇。馄饨都堵不上你的嘴，阿姐又没问你。那我问你，你倒是说话呀！你心中有犹豫，这些日子与真娘朝夕相处，你心里舍不下她，是不是？阿姐，真娘呢，她善良、真纯，像是一朵素心兰一样，在逆境中顽强地生着。风雨过后呢，开得更加的灿烂，仿佛一直有一束光在照耀着它，而这束光让我好生羡慕。不过我这见不得光的身份，哪敢有什么奢求？其实我也挺喜欢真娘那丫头。按理说，你心悦于她，我该双手赞成。但就如你所说，明知不可能，还是别陷得太深为好。契书，以后生所有的契书给我。等着。齐老夫人，您请看，这是南京寿阳公主的邀帖。哦，寿阳公主的生母杜贵妃啊，生辰将至。哦，寿阳公主呢，就想找一家既有实力又有新意的磨坊，制定一批生辰墨。哦，这个消息一传出来呀，各县凡是有制墨这个行业的，都争着抢这个机会呀！啊，我琢磨着，田家有供墨权，自然少不了他那一份啊。但是我作为墨务官，还可以再举荐一家，所以特意跟您来问一下，您看李家愿不愿意去南京走这一趟啊？多谢严大人照拂。严大人既诚心举荐，那我们李墨当然要为徽州墨业出这一份力的。不过啊，去南京，采选生辰墨，姿势体大呀。严大人还得容我们李家上上下下的权衡一番，才好答复您。
小妆映铜镜，胭脂成红衣。回墙青砖掩饰里，孤雁落成萍，孤芳难自已。过往细细无归期。一